而且它是我看過最便宜的豪宅，真的很便宜哦。就我那時候去看啊，一樣100多坪哦，那一坪賣多少？一坪賣18萬，你敢信？我去看的時候，真的是有這個價錢，就很奇怪啊。然後它的外觀，你一看就是我靠，容洛12華哦，巴洛克的建築風格就這樣。然後其實真的不貴，我也是那時候就很納悶奇怪，這個房子那麼便宜，坪數大，總價高，然後就變得那麼便宜，一坪在20萬以下，這我很確定哦。不知道是我看的那一戶，還是我就是看到那一戶，這個我不知道。總之就是超便宜的，那一戶哦，那時候2000多，然後那個人都是100坪以上，很誇張啊，就這樣，然後還配好幾個車位，然後游泳池或者什麼。我為什麼對這個案子那麼有印象呢？因為我們就在事情發生以後，然後特別去看了。然後看了以後，我們在討論一件事情哦。這個我也直接講，我就很北爛嘛。我不是去看那一戶啊，因為我也不知道是哪一戶啊，他們也都不太講這樣。總之就是說，我們在想說，這個外觀看起來是豪宅，它的公設也確實很厲害。那是不是有可能，既然它便宜嘛，我們把它買下來，然後之後怎麼樣？我們來隔套好了，然後做豪宅的隔套，帥吧？哦，因為你這個租金一定高的啊。那你租金高就可以高到什麼程度？就高到說，你說你是這裡的租客，然後你可以用豪宅的公設，游泳池什麼的，對不對？哦，超氣派。我們那時候在想說，哇，這樣有點糗。買豪宅來隔套的這個行為，本來就是很沒有投資報酬率的事情。你怎麼會買豪宅來隔套？那麼搞錯？高雄在地人閒聊，堅美百貨閒置25年，從金融風暴到捷運黃線，現在是進場機會還是會踩雷呢？先說結論哦，堅美百貨，高雄堅美百貨商圈以前真的是很猛很猛。它開幕的時候還有郭富城來站台內，他那時候就是天王了哦，那你就知道他有多厲害。只可惜遇到金融風暴，然後他就爆掉了。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浴室不要做的裝潢，如果你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堅美百貨為什麼會快速隕落哦？這次我們來講堅美百貨，這個是不是沒什麼印象哦？因為它在高雄只是曇花一現，這是真的哦。因為連我都沒有逛過，它連7年哦都沒有撐過，7年之癢嘛，然後它就掛了。那為什麼會掛？很大的原因是生不逢時，就是它沒有挺過黑天鵝的事件，一來哦大家一起掛就掰了，就這樣。這個故事蠻精彩的，然後來跟你分享一下。然後八卦的時候我會講一個，這也不算鬼故事啦，就是這個地方的八卦這樣。好，那先講一下高雄堅美百貨的背景資料。它的位置是在三民區的大豐二路跟大昌二路的交叉口，現在長這樣哦，就是你經過也不會覺得說它這個以前很厲害哦，就也沒開，然後整棟黑黑的，然後1樓有開一些店，然後有沒有吃飯哦，大概就是那樣。它以前真的是一個很豪華的百貨哦。那大家比較知道的地方，你想堅美百貨那邊老高雄人會知道，然後年輕點哦，你都要跟他講高雄高工或什麼高科大建工校區那邊哦，那個才會比較多人知道。可是堅美百貨以前這樣超級猛，真的是超級猛。它成立的時間是1993年，然後在2000年的時候倒閉，撐不到7年哦。那它開幕的時候有多猛？你看這張圖。我框起來的地方是堅美百貨的21樓哦，21樓是什麼？是它360度的餐廳，然後這個餐廳還會旋轉哦，很屌哦，因為以前很流行做的。那1993年哦，台灣就出現了會旋轉的餐廳哦，可惜的是時間太久遠了，我也沒找到它旋轉的影片或什麼。那個年代也沒有什麼 iPhone 這種東西，可能大家還用什麼 V8 吧那種東西來拍，就這樣。那不像我們現在一只手機嘛，什麼東西都給它存在網絡上哦。你現在想拍月亮，你就拍得到。然後堅美百貨的開幕活動也很厲害哦，的眾星雲集，直接請到郭富城來站台。你看這張照片，左邊穿帥帥的哦，這個就是郭富城，年輕的郭富城。然後右邊這個是年輕的誰？猜猜看，胡瓜啊，胡瓜，你就知道這張照片多有歷史了哦。那時候就造成了萬人空巷哦，據說到場的人數超過10萬人，直接癱瘓當地的交通。搞到什麼？搞到郭富城要登報道歉，莫名其妙哦。那你就知道那時候的堅美百貨風光無兩啊，舉世無雙啊，就這樣。然後我補充一下哦，堅美百貨開幕時間1993年12月4號，星光3月三多店，這個在南高雄哦，三多商圈那裡。
新光三越三多店的開幕時間1993年12月23，所以尖美百貨開幕的時候，三多商圈這個詞都還沒有跑出來，還沒有形成商圈。我們前幾集講過的那個金銀島購物中心也還沒開過金銀島購物中心是1999年4月，所以尖美百貨的年紀以高雄來說，已經是其他百貨的阿公嘛之類的，唯一可以跟他對打的當時只有大同百貨。好，那我們繼續講，為什麼尖美百貨會沒落那尖美百貨如果當初這麼出風頭的話，為什麼他沒有留下來？為什麼他7年後就 GG 了？我只能說這個就非戰之罪尖美百貨本身很賺錢他就沒有對手啊，你知道他唯一的對手叫大同百貨在南高雄那尖美百貨在北高雄，而且是三民區，是人口最多的一個區。然後它怎樣？它又是百貨又是飯店，附近還有一個叫大昌夜市，生活機能極好啊，到現在還是好你吃的喝的到那邊一大堆而且那邊文藻的學生很多，還是科大的學生就是女生很多啊，到那邊買飲料啊就這樣。鼎盛時期的尖美百貨一度成為高雄的地標，但是好景不長，1997年發生了什麼叫亞洲金融風暴。其實我們台灣亞洲金融風暴受到損失是小的，那其他什麼泰國啊、東南亞的國家、韓國啊，整個都是居掉的狀態那尖美百貨的母公司是誰？就尖美建設建商，而且是做到那個股票上市的等級，直接遇到那個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就被痛擊啊，有多痛直接倒掉，就很像那個當初東帝士東帝士集團那一波一起就狙了。你看我劃線的地方，上月底尖美建設跳票2億3千多萬元，尖美百貨該付給廠商的貨款也跳票1億2千多萬元，就這樣。那就是因為尖美建設出現了財務危機，就連帶了影響尖美百貨的營運狀況，他的員工薪資跟廠商的貨款都付不出來。那最後的統計是什麼？最後統計是說，尖美百貨在歇業之前積欠了員工遣散費那時候我不知道我們在講之前那我們查到是這樣遣散費跟積欠廠商的貨款共新台幣 1.3 億元。那最後也讓尖美百貨在2000年5月宣告熄燈停業。這個也成為一個商業上的案例就是反映了1990年代末期本土建設公司普遍存在什麼？存在超高槓桿、財務體質脆弱的問題。因為在經濟繁榮的時候，大家都瘋狂的舉高槓桿大舉舉債來擴張。那時候誰都沒有想到會遇到這個東西，只要遇到景氣逆轉，或是那個銀行雨天收傘，融資上有點問題的話，這個企業就很容易直接陷入周轉不靈的困境。但也因為那一波倒掉太多建商，也不止尖美所以後來的銀行啊，在放那個建商土建融啊，或是相關的貸款啊，都謹慎很多，就是這樣。最後他不得不迎來拋售資產，甚至倒閉收場的結果，不是很唏噓啊！好好一個百貨就沒了，就是這樣。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百貨公司不管你覺得它好逛還是不好逛，什麼星光啊那遠東啊，這都真的都很強，很厲害，都很有實力，因為他們都挺過了那時候的金融風暴。那最後你要知道，尖美百貨這塊地現在怎麼了？我們也來聊一下說尖美百貨的這塊地現在狀況如何。先說結論前途未明，這塊地荒廢了快25年啊。之前也有酒店業者想要嘗試經營看看，例如說鴻騰集團有在這邊開過高雄鴻騰酒店，就很像85大樓要開一個酒店這樣，可是它也在2023年就倒閉了。那現在是被國雄建設拿來做接待中心這樣。未來你說這塊地能有什麼更好的發展？現階段看起來好像也沒有因為也沒有看到什麼重大建設的消息，看不太出來。目前看起來就是不管是人還是錢沒有在往這邊移動的跡象。那最近比較常被提到的就是什麼？就是捷運黃線大豐大昌路一帶會有一站叫做 Y8 站，捷運黃線 Y8 站，高雄高工站。它的位置就會在輕軌 C28 高雄高工站這邊，所以你可以在這邊直接就是捷運轉輕軌，輕軌轉捷運這樣，要到地面那你說這個捷運黃線講多久了？到底什麼時候會完全蓋好，正式通車營運？目前的版本眾說紛紜它有分階段1、2階段，第一階段說到2034還是2032這樣，
原本預定是2028，那2025的時候就在延了，那等到真的蓋到2028的時候會不會再延，這個也都不知道。所以就算你要進場，你也應該是進建功路那一帶，怎麼會跑到大豐二路或大昌二路嘞？這有點奇怪。那如果你還是對這塊地情有獨鍾的話，可能你老家或者你初戀住的地方住在這附近的話，那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或加入會員，因為未來這邊有什麼猛爆性的發展有可能會出現的話，我再來拍會員影片跟你分享。好，那講的差不多了，我們今天講了一個尖美百貨，尖美百貨這名字也蠻奇怪的，對不對？尖美百貨，然後還有像銀行也取名叫渣打銀行，聽起來就很洋氣啊。尖美百貨從風光一時到快速隕落的故事，那我也為你分析了尖美百貨為何會沒落的原因，原因就是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重創了母公司尖美建設，所以它跟我們之前講過的不太一樣哦。其他我們講的百貨商圈沒落到那邊什麼商圈轉移啦，它的話是亞洲金融風暴沒挺過去，就直接就爆掉了，就造成了連鎖性的財務危機，最終導致尖美百貨在2000年倒閉。現在聽2000年都覺得還好，對不對？覺得好像日子不遠，不是，那25年前了。那此外也提到了尖美百貨現址的現狀，目前處於閒置狀態，未來發展尚不明朗。即使有捷運黃線，有計劃經過，也未見明顯的利多。那如果你還是對這塊地情有獨鍾的話，那你先訂閱我這個頻道，有重大消息我會再拍出來。最後我想問你啊，你覺得想要讓尖美百貨風光再起的話，應該要怎麼做？A. 找大財團直接再來把它重開百貨。B. 等捷運黃線蓋好，它自己自然會起死回生。C. 直接收門票來當做鬼屋探險、廢墟探險之類的。對哦，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我剛看那個 YouTube 後台啊，有74%的觀眾朋友都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啊，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哦。那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這樣我拍影片會比現在多很多的成就感。按了嗎？對，就是那個買房阿元 logo 旁邊的那個訂閱，對，按下去。好哦，感謝你的訂閱，好人一生平安。那長期觀眾也都知道，想要自產高雄中古屋要找誰？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就加這個 LINE 小老鼠 go， 小老鼠5個 go。你跟我說好友已經超過7000人了。那加了以後會一直 po 有潛力的房子，或是現在就已經被低估的房子。那想自產在台北也是有就找101蕭店長小老鼠掰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也跟我說有超過2000人加入了都不想加也沒關係，你還可以購買我的 YouTube 頻道會員來支持我。高雄房地產功課就給你抄那會員影片是在比較深入的解讀高雄地區，你根本連功課要怎麼做你都不知道的然後能夠拉抬附近中古屋房價的重大建設跟民間大型投資案會員影片現在我還拍了阿元看房系列影片嘛，就真實認真去看一間房子，然後都不開濾鏡的，就跟你細細的分析說這間房子如果要買，那它自產的劇本是長什麼樣子，它潛力在哪裡，建設在哪裡。高雄真的很棒，自產機會一大堆。最後還是提醒一下，不要炒房我們就合法長期自產，配合政府社會住宅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穩健的實現老了有房也有錢，這個目標才是正途。一起加油吧，在長期自產的路上，我就陪你一起往前走，走到70歲。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講八卦講八卦，這個我八卦一邊講，然後我一邊讓你看說這個我去拍的，就是拍那個尖美商圈的現狀那我故意晚上去我不是說那邊有吃的嗎？我很偶爾路過的時候，我也會去那邊買吃的，反正那附近現在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那你要高級的餐廳比較少那要一般的那個吃喝喝到處都是。尖美百貨這邊有一個案子很有名，那哪個案子我們不能講講了之後怕住戶不高興，因為他還正在住人當中。就是高雄曾經發生過一個很知名的案件這個案件是這樣，就是高一的學生那特別之處在哪裡？特別之處在它是一個刑事案件，可是造就2處凶宅刑事案件2處凶宅。
很厲害哦，他們怎麼弄的？好，那如果有知道的人的話，就知道我在講哪個高一學生的事情哦，很麻煩，又是那個學生之間的三角戀情，兩個男的哦，然後喜歡一個女生，可是後來那個女生哦的後面也不好，因為說精神上也有重大的問題哦，那學業也沒有繼續，很可惜啦，這是遇到感情的事情。那我們不是當事人，我們也不知道什麼愛的死去活來啊，這到底為什麼會讓他造就這種？啊，講太多了。總之，你有興趣的話，你自己去 Google 所謂的高一情殺案哦，就這樣。兩處凶宅，一處就在尖美百貨商圈這一帶哦，那另一個的話就在美術館這邊，它的影響到現在還在發酵呢。每次去看到那個人家在看那邊的房子哦，那還說那邊有發生過凶案，有凶宅或者什麼的，這個都多久了哦，到現在還是持續發生。總之就是說，那是當地的齁，其實它也不叫豪宅，因為我們現在普遍認為說豪宅就是要超過豪宅線，那它沒有，而且它是我看過最便宜的豪宅，真的很便宜哦。就我那時候去看啊，一樣100多坪哦，那一坪賣多少？一坪賣18萬，你敢信？我去看的時候，真的是有這個價錢，就很奇怪啊。然後它的外觀，你一看就是我靠，多麼奢華哦，巴洛克的建築風格就這樣。然後其實真的不貴。我也是那時候就很納悶，奇怪，這個房子那麼便宜，坪數大，總價高，然後就變得那麼便宜，一坪在20萬以下，這我很確定哦，不知道是我看的那一戶，還是我就是看到那一戶，這個我不知道。總之就是超便宜的，那一戶哦，那時候2000多，然後那個時候都100坪以上，很誇張啊，就這樣，然後還配好幾個車位，然後游泳池或者什麼。我為什麼對這個案子那麼有印象呢？因為我們就在事情發生以後，然後特別去看了。然後看了以後，我們在討論一件事情哦，這個我也直接講，我就很北爛嘛，我不是去看那一戶啊，因為我也不知道是哪一戶啊，他們也都不太講這樣。總之就是說，我們在想說，這個外觀看起來是豪宅，它的公設也確實很厲害，那是不是有可能，既然它便宜嘛，我們把它買下來，然後之後怎麼樣？我們來隔套好了，然後做豪宅的隔套，帥吧？哦，因為你這個租金一定高的啊，那你租金高就可以高到什麼程度？就高到說，你說你是這裡的租客，然後你可以用豪宅的公設，游泳池什麼的，對不對？哦，超氣派。我們那時候在想說，哇，這樣有點糗，買豪宅來隔套的這個行為，本來就是很沒有投資報酬率的事情。你怎麼會買豪宅來隔套，那麼搞錯？可是，在高雄的這個案子就沒有搞錯，為什麼？因為它太便宜了，它的總價那個樣子哦，然後又可以拉出豪宅租金哦，豪宅套房租金就很厲害啊。哦，我們那時候整個東算西算，然後真的約去看現場。沒什麼問題，那果然就毛坯了哦。那毛坯不正好，我還省了拆除清運呢，我們就直接可以去做就隔間然後是幹嘛？但是馬上就被阻止了，阻止是說你這個不行啊，這個社區這樣子哦，你好膽隔套你會檢舉到爆，因為這種地方的客群就很重視隱私嘛，還讓你隔套什麼東西，這個外人就出入入了，很不 OK。所以你看我們還沒做就被前輩罵了，總之就是這樣。哦，那很特別啦，哦，那個地方啊，尖美商圈啊，以前很風光。我問我高雄的朋友哦，他也確實是這樣。他小時候是什麼爸爸媽媽也會帶去那邊吃飯或幹嘛。尖美商圈，但尖美商圈現在被人家講的就是讓你交通不是很方便，都是自己騎車開車，也沒什麼大眾交通運輸工具。雖然我們高雄人好像也沒有在搭什麼大眾交通運輸工具，但是有跟沒有還是有差。好，然後等這個捷運黃線，我個人認為哦，其實那個大豐二路跟那個大昌路哦，那一個地段有點凹陷哦。以現在來看，我現在的這個時間，2025年的11月來看，有點凹陷，因為它那附近沒有什麼重大建設哦，有的話也都是很遙遠的未來的東西，然後再加上說那老房子太多，也沒什麼空地。那新案一推哦，的確會有那個價差，可是那個中古的價差越來越大，真的越來越大，有點凹陷的。那我也跟另外一位網絡上很有名的，也是高雄很了解的，我們討論過，那邊是動不動都會凹陷哦，三民區還是老區啦。老區的話，你有一個新案 ，OK， 那個價格很容易被推上去。為什麼？因為就大家住那麼久的公寓或透天哦，然後有個新房子有電梯或什麼的當地人就會買啊，就是這樣哦，那很容易就這樣被擠上去哦。在三民區那邊的新案也到40，也到50的都有。可是那個中古屋呢，你要不要看一下？我們不講公寓，不講透天，我們講中古電梯大樓，大概20年以上哦，甚至30年的，哇，現在一坪10幾還找得到，你不覺得這價差有點過大嗎？所以那邊動不動就很容易凹陷。那凹陷的話，我們就要看哦。當然，最理想的結果叫做它價格凹陷哦，然後旁邊有未來即將落成的重大建設，
這是最完美的結果。但是尖美現在變成說，我說尖美商圈那一帶價格是凹陷的，大概沒什麼懸念。可是它未來也沒什麼重大建設。好，那這種情況就要看哦。如果是要自產的人的話，就是要看說，那它凹陷有沒有足夠凹陷，有沒有足夠便宜。如果有的話，也不是不能做。雖然我都一直倡導說這個是重大建設流派嘛，但尖美商圈它好歹也叫高雄市區吧，正市區沒有問題啊。它附近生活機能也很成熟。如果出現了一個就價格很低的話，那敗無可敗的價格的話，其實我說真的也不用管了，那你就進去，因為敗無可敗啊，那你就不用進去。也有這種做法，我知道，而且很容易出現在什麼？出現在繼承，就是繼承到房子哦，然後兄弟姐妹誰拿都不對哦，那大家就是賣掉，然後分錢，那種房子也不會整理，那就都這樣啦哦。繼承是便宜房子一個很重要的來源，它數量很多，如果真的被遇到的話，其實是可以考慮的。即使我說它未來也沒有什麼很厲害的重大建設，就是說你說台積電外溢到這邊來哦，或亞洲新灣區哦，高雄軟體園區的公司要外溢到這邊，好像也說不上。但是啊，如果價格足夠便宜的話，還是可以的。那邊真的是動不動凹陷，老區啊，所以蓋一個新的大樓很容易價格就被大家的附近居民這樣擠一擠又擠上去了，然後中古屋還是躺在那邊，躺在那邊有幾個好處哦，那你就是收租哦，不然你就是等落後補漲，真的是動不動都在補漲。我說三民區那一帶。參考看看哦，我現在回想起來，我還是認為說那個社區哦還是很棒的。那時候我也沒想到這麼便宜耶，可以做到外觀看起來這麼厲害的房子呢，就發生了這個事情。你說有沒有影響？有，到現在都有影響。人家就說，那間以前有發生過事情或者什麼的，都多久了，都會處理的啦，就是這樣。所以說，題外話講一下說關於凶宅哦，凶宅是這樣，它發生在一個社區哦，就看消息有沒有被壓下來，如果沒有被壓下來，壓消息這件事情叫無可厚非。你會說，怎麼會壓消息？這樣子不好。等到發生在你的社區，你會想辦法看怎麼樣去不讓消息流出去嘛，對不對？就這樣，立志當頭的話，這個沒辦法的事。可是那個高一情殺案哦，太有名了，他有名到上新聞哦，然後採訪各個有沒的啊一大堆，那就變成說這個藏無可藏，這個就有影響。影響是什麼？因為現在你自己去查，你都還查得到，都已經過多久了？那還會持續在影響那邊的房價，影響房價具體不是說銀行鑑價哦，因為發生這個事情，所以我要鑑價要變低個2成，並不會這樣，而是說每次看到那個社區哦，這個人家就會討論一下，然後就會討論一下，那我們再看別的，那我們再看別的，就會變成這樣。我都認為這個有點超過了。當然，這個自住客的心態也很好想象啊，就有發生過事情的社區，我幹嘛要去買哦？讓自己以後心裡不開心哦，心裡毛毛的。但是在我們自產的眼光裡面來看，就說你社區一大，時間一久，哪間沒發生過事情，都會有啊。那在我們的自產的眼裡來看，我們都覺得還好。可是，對啦，那你要去考慮那邊吼，那你要去辨別出來，然後就是當初是哪一個案子，你先問清楚，不然到時候我怕你脫手上會有點問題。當然，它價格現在也都漲起來了哦，只是說我當時看到，哇，這一定賣不好，一定賣不好才會越開越低嘛，就會變成那樣。尖美商圈。好，我剛來高雄的時候，人家也是跟我說這邊很熱鬧，很厲害哦。雖然百貨沒開，這叫很厲害哦。對啊，可能對那個有經歷過尖美商圈萬人空巷階段的人叫很厲害。可是我到現在去看，你自己看畫面，是不是幾乎看不太出來？就是這樣。那未來會不會變好，我也不知道哦。如果有的話，也不會是就是附近哪邊又要推一個新的建案啊，然後吃的還是在地生活圈啊。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啊，不知道你最近在找室內裝潢公司嗎？我查到一個有趣的資料講給你聽，就是說民眾啊在找室內設計公司最討厭遇到的幾個狀況。來，第一個，設計師承包商收款後跑路，對嗎？這確實很糟糕，因為這等於是裝潢蟑螂，這就要打訴訟。可是房子還是拆在那邊哦，很討厭這樣。不過我知道有一家不會這樣，因為他幾千萬的門市，在家裝潢都是老闆自己買自己裝的哦，有那個財務的實力。那現場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磚、挑板材的地方哦，大門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話，也兜得了底哦，都還賠得起。第二點是施工不良，日後漏水啊，我都施工了還漏水，這樣這也確實很麻煩，因為都住進去了嘛。那到時候為了要修漏水，可能還影響到鄰居哦，搞得家裡又要變工地。不過我知道有一家不會這樣啊，至少豪宅案子
也是敢委託他們去做。那第3點是惡意追加費用，預算嚴重超支，這個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發生在那種跑單幫的設計師哦，就他是先低價報價，然後把案子接進來，然後後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會感覺像被綁架一樣。這個我觀眾也反映過非常多這種情況，不過我知道有一家不會這樣，因為他們就做10幾年了哦。那這個案例上跟那個施工上跟他的售後去看他的 Google 評論評價就知道了。你剛剛看到的畫面哦，全部都是他們家以前施工做過的案例照片。接下來我都放完工後的照片給你看。先說結論哦，台北市、新北市地區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們店在蘆洲，蘆洲開車30-40分鐘之內可以到的地區。那家裡要裝修或者自產的要裝修，就找這一家室內裝修公司先問問看。漢一室內裝修，因為我有認識老闆，那又加上很多雙北的朋友在請我推薦室內設計公司，雙北哦，什麼老屋翻新啊、隔套啊、老公寓啊、預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薦這一家漢一室內裝修。漢一陳老闆案件經驗非常豐富，他給我歷年來的施工照片，案場超過100場，照片超過27000多張，我都不知道怎麼挑。那加這個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傳屋況的照片，初步談一談之後，應該就會去丈量了。室內設計是這樣，就你找誰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騙，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薦，我信任漢一陳老闆。那你的房子要裝潢，那就找漢一室內裝修，先加他們先去問一下。雙北裝潢就找漢一室內裝修。買房阿元推薦，總是比在外面亂找還要安全一點。現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漢一。